闻言，宁云初很意外，哇，竟然是战氏集团的人，是战氏集团的职员，还是战家的人？那宁云初一时间也无法分辨。他想，下次海童再去他店里买花的时候，他可以问一问海童，那个电话号码到底是谁在使用。海童不知道战逸晨已经开始接近宁云初了。他被战印送回到书店里后，跟沈小军聊了一会儿。他请来帮忙编织工艺品的同学也到了。海童先让他们按自己的要求编织了一个小工艺品，确定他们的手艺没有生疏，然后在自己店里的小仓库里拿了很多材料分发给大家，拿回家里编织。送走几个同学后，那海童转身想回店里。商小飞开着车刚好到达，他便停下来，在书店门口看着商小飞停好车，看着商小飞下车。哎，彤彤，商小飞笑着走向海童，在这里等着我。哎，海童笑着，我刚送几个同学出来，看到你来了呀。商小飞扭头看了2眼后，问他，就是你说请来帮你编织工艺品的几个同学。现在我能轻松很多了，可以跟着你一起赚大钱了。对了，晚上咱们还要去参加宴会。提到参加宴会，海童就会想起上次在董家宴会上，他和商小飞因为看不过眼，也因为知道宁云初未来会是自己的妯娌，他帮了宁云初一回，却因此得罪了宁思琪。那个被宠坏的女孩子竟然学着海之亲那样，请着混混们半路上拦他的车，还把他的车砸了。虽然他没事，宁思琪也被警方带走，而他和宁家的梁子却是越结越大。这2个人瞧着很眼熟。商小飞瞄了瞄搬着凳子一左一右坐在书店门口的保镖，笑得暧昧，问着海童，是我那个好妹夫担心你被别人抢走，特意安排了保镖跟着你吧？那倒不是，是怕我有什么危险，所以呢，安排了2名保镖跟着我。商小飞嘻嘻的笑，与海童一起进书店里，说道，你已经是战家的大少奶奶，带2名保镖在身边也是应该的，我有时候也会带上几名保镖出门，不过他更多时候就是自己一个人，他喜欢独来独往的感觉。看到商小飞来了，沈小军进去从冰箱里拿了些水果，洗干净后拼成了水果盘端出来，招待好友兼合伙人。彤彤、小军，我过来是告诉你们承包田地的事，基本上是稳了，各村的村长都没有意见，他们会召开村民大会，征求大家的意见，然后再商讨价钱问题，大家都答应后，就可以丈量土地，签承租合同了。不管是海家村还是隔壁几条村的村民，年轻的都在外面上班，就留在村子里生活的都是当了爷爷奶奶的，干不了太多农活，田地荒着也是荒着。有大老板想承包，有租金可收，一般人都不会拒绝的。海童和沈小军听了也很开心。商小飞说完了投资项目的进展后，最后视线落在海童身上，略一犹豫后对海童说道，说完了高兴的事，就说件让人愤怒的事了。彤彤，我让人去谈承包土地的事，顺便也帮你打听一下你老家那些极品亲戚最近几天的情况，他们做的事哪一件不让人愤怒？小飞，你说吧，不管他们最近在做了什么事，我都能承受得起，大不了就是那些砂石被他们拉走卖了，你让人送去的那几车建房子用的材料，倒是好好的堆放在那里，没有被他们搬走或者卖掉。海童说道，我威胁了海之亲一回，看来还有点用。海之亲不是爷爷奶奶最喜欢的孙子，但却是最小的，最小的有优势。他让海之亲看着，不允许海家人把他让人送过去的沙沙石石搬走。海之亲估计当成了圣旨吧，被他吓怕了。当时你跟他们说要打官司要回你爸妈的房子，2个老的虽说不太懂法，年轻的懂呀。在年轻人的一番解释下，他们就知道打起官司来，他们讨不到多少好处的。商小飞继续往下说，然后你爷爷奶奶因为不甘心，
开始在村子里散布谣言，说你姐妹俩不是他们的亲孙女，不是亲的，还有什么颜面及资格回去争房产？海童愣了愣后，冷笑的道：“连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？我不是他们的亲孙女，我像极了我爸呀。除非我爸不是他们的亲儿子那样，我们姐妹俩才不是他们的亲孙女。你们老家的那些村民啊，也说了，说你是越来越像你爸，不可能不是你爸的亲骨肉。又说你爸妈活着的时候感情很好的，你妈不可能做出对不起你爸的事。所以他们散布谣言的最终版本就是，你爸是他们捡来的，不是他们亲生的。说他们捡了你爸，抚养长大，并帮他娶妻生子，恩重如生。你爸死后留下来的房产、宅基地就该是他们当父母的继承。沈小军同情地看着好友，这是修了多少倍的倒霉运，才能修来那样的一大家子极品亲戚，唯利是图。海童冷笑的道：“他们以为散布这样的谣言就能霸占我爸妈的遗产？那海老头大概是忘记了吧？他几个孩子当中啊，就是我爸跟他有几分相似，其他人大都是像海老太。梁老太过分。”海童提起他们，连爷爷奶奶都不想叫了。海老头现在年纪大了，满脸皱纹，看不出他年轻时的样貌了。其实海童是像父亲，他父亲又像海老头，就等于是他和海老头也有几分相似的。他说我爸是他们捡来的，那我爸怎么和他相似啊？这些人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，颠倒黑白，连自己亲生儿子都不想认了，以为死无对证啊。其实他们散布这些谣言并不能影响打官司的结果，不管他姐妹俩是不是他爸妈亲生的，也不管他爸是不是海老头的亲生子，都影响不了判决结果。父母养了姐妹俩那么多年，不是亲生的也有了合法的收养关系，更何况他姐妹俩就是父母亲生的。海家极品散播这样的谣言，无非是想借着道德来让姐妹俩主动放弃争夺他父母留下来的遗产。不管他们用什么损招，官司是打定了，该我们姐妹俩的，我们寸土不让；不是我们的，我们一分不争。海童说的坚定，他不是心狠的人，但对老家那些极品，他就能做到心狠如铁。童年受到的伤害，需要他用一辈子去抚平，那是自然的，管他们说的天花乱坠的。我们按正规程序走着，不坑他们也不会让他们坑。商小飞就说到，那些人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了。不过彤彤，你爸真是他们的亲生儿子，我认为是亲生的，不是亲生的。我爸能跟老头子长得像，他们偏心，有些父母就是那样，疼爱大的，小的夹在中间的那个护士。打官司的时候，他们要是拿我爸不是他们亲生儿子来说，我会请求跟他们做一次 DNA 鉴定，有没有血缘关系，一鉴定就知道了。要是他们不愿意与我做血缘鉴定，那就说明他们心虚撒谎。现在医学发达，儿女是不是亲生的，一验 DNA 就知道。海老头夫妻俩在村子里散布那样的谣言，只会成为大家的笑话。都是一条村子里的人，同辈的老人也大有人在。当人家都是瞎子傻子，不知道他爸怎么来的，像他母亲是被养外公外婆捡回家里养的，就算母亲印象不深了，洪家村的人都知道的。像你说的那样，他们散布谣言，就是想道德绑架你，让你们觉得都不是亲生的了。不好意思和他们争夺房产啊。商小飞和沈小军都是这样的看法，对海家人那点伎俩、颠倒黑白的本事也是了如指掌的。这件事你姐妹俩心里有数就行。商小飞说道，我们投资的项目就在那里，我们不出面，但我会安排我们的人在那里当管理，他们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第一时间通知你们。小飞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呀，我们是好友，是姐妹，跟我那么客气。你以后再跟我说谢谢，我跟你急。你今天用的护肤品，不是我送给你的那个牌子吧？我闻到味道不一样了。对于自己喜欢并常用的护肤品，商小飞很熟悉。刚开始没有留意，
现在留意到了，他随口问了句，也是错开话题，免得海童反复的向他道谢啊。我也闻到味道不一样了。沈小军就笑眯眯的问着好友，战先生送了护肤品给你吧？说的好像苏总没有送过给你似的。苏总比我家战先生体贴多了，也懂得浪漫，不像我家那位就像块木头似的，推一推就动一动，不推就原地不动。他是送了我几套护肤品，叫我以后只能用他送给我的护肤品，是个霸道的，恨不得我的吃穿住行都由他承包了。商小飞和沈小军异口同声说道：“你就知足吧，被宠在心尖上了，还好意思抱怨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”战印是不懂得浪漫，也不会说太多好听的甜言蜜语，但他对海童的在乎，只要有眼睛的都能看出来。商小飞更清楚战印为了海童改变了多少，破了多少例，天知道管成多少女性同胞羡慕海童的啊。哦，海童笑道，对对对，我是很幸福了。我是个惜福的人，我会惜福的。他的亲朋好友呢，很容易就被战印收买过去，替他说好话。也是战印对他实在太好。我都不知道回送他什么礼物了。海童一脸的愁绪啊。两个好友觉得他是在秀恩爱，虐他们。沈小军还没什么，苏南对他也是极好的。商小飞还单着呢，他是真的羡慕嫉妒恨呀。战印什么都不缺，原本是缺个老婆的，你嫁给他，他就不缺老婆了，现在就是缺一双儿女。你赶紧和他造人去，生对龙凤胎，有儿有女的。商小飞想到洋洋那个可爱的小家伙，说道：要是像洋洋那么可爱聪明的，多生几个也无妨，反正你们家战印养得起。彤彤，你有好消息了吗？有好消息了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我去给我的外甥多打几个金锁。沈小军笑他，彤彤有好消息了，第一时间告诉的人肯定是战少的，你就别和战少抢了。哎，小心他吃你的飞醋，不让彤彤和你一起玩了。商小飞得意洋洋的道，以前我怕战印，现在是战印怕我，你没听到他叫我表姐吗？我一想到战印第一次叫我表姐的时候，我就乐。海童就不客气地说，他明明你被吓到喷饭，我老朋友才离开，好消息暂时是没有的。我也想有一儿一女，听说军武少的大嫂怀的是双胞胎，应该快要生了吧。海童听战印提过一嘴啊。战印提起叶军博夫妻俩一胎就怀上2个，语气里满满的羡慕。海童对 A 市首富家的事情知道的很少，知道的最多呢，也就是武少军然了。海童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就看着商小飞。商小飞没有往深里想，笑道：军武少的房子开始动工翻修了，他经常过来看进度，偶尔遇到了我请他去我家里喝杯茶，是听他说过他大嫂怀的是双胎，还说他二嫂的第1胎也是双胎。他二嫂的宝宝已经出生了一对孪生儿子，他们家和战家一个德姓，和尚庙只生儿子的。商小飞说，海童，你以后要是能生个女儿，你就是战家的功臣了，他们家盼女儿盼到要疯的那种。军家虽说也是儿子居多，只是叶军博这一代没有女儿而已，他父辈却是有女儿的，他们就有一个姑姑。战家却是数代都没有女儿。海童笑道，别人是有生子压力，我相反的有生女压力，奶奶就常念叨着想抱曾孙女，还说我生了女儿重重有赏。战奶奶说过的，生个儿子奖5000万，生个女儿奖5个亿，我以前就听说过了。他老人家3个儿媳妇，个个都生3个儿子，就是想追生个女儿的结果全是带把的。那5个亿的奖励至今无人能拿到。商小飞说这些话的时候，一直看着自家表妹，那意思明显呀。海童震惊，他还创什么业啊？专门给战印生猴子？是生孩子就能成为富婆了？哇，沈小军也惊叹，果然是首富呀，生个孩子奖励那么多钱。这还只是老太太的奖励，其他人还有奖励呢。彤彤，
你多生几个孩子就能成为富婆了。沈小军笑道。商小飞拉起沈小军的手，反复地摸了摸沈小军带着苏太太送的那只翡翠玉镯，说道：小军，你也不用羡慕彤彤，你准婆婆连传家宝都送给你了，我开始以为我看错了，反复看了这么久又摸过了，确定就是苏总家里的传家宝，这是苏南家里的传家之宝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沈小军没想到苏太太初次见面就把传家之宝给他带上了，他这是一次性就过关啊。我妈带着我跟苏家的几位太太都打过交道，每次都能看到苏太太带着这只玉镯，还有苏家主夫人也有一只，苏家主夫人戴的那只比苏太太的这只成色更好，价值连城呀。苏太太说过的，这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，代代传给长媳。苏南在他们家里是长子吧？这沈小军本能地道，苏少主比他年长，他们不是同一个妈的呀，是隔房堂兄弟而已。沈小军脸微红，我都被吓到了，他们俩好得像亲兄弟一样。苏南在他家里呢是属于长子。商小飞笑道，所以说你不用羡慕彤彤，你准婆家一点都不输于战家的，在管城最牛逼的2个家族，你们俩一人进了一家。那沈小军看着海童，海童又看着他，虽说2个人对珠宝都不陌生，沈小军也知道苏太太赠送给他的见面礼很厚，却没想到苏太太在初次见面就把他当成长媳看待了。苏南肯定知道的，他什么都不说，还极力的让他收下苏太太送的见面礼呢。哇，那家伙真是腹黑。我去做饭吧。沈小军找了个借口离开，准备打电话给苏南，那求证一下商小飞说的是否事实。他因为有个嫁入豪门的姑姑，也能混入上流社会那个圈子，他以为他对那个圈子足够了解，跟商小飞一比，沈小军才知道他混入的上流社会圈子层次还不够高，他连苏家的传家之宝都不知道。海童就更不用说了，他还是沾着沈小军的光，就才能接触到那个圈子里的人。虽然他从来没有攀龙附凤的想法，可是现在他已经不知不觉嫁入了顶流的豪门，以后还会是那个家族的当家太太。他要学习的东西比沈小军多，压力也比沈小军大。以后呢，海童就更忙了。小军，我不在这里吃饭，你不用准备我的。商小飞朝着厨房的方向叫喊了一声，又对海童说道，我准备走了，今天过来就是跟你们说说咱们投资项目的进展。若曦心情不好，我还得过去陪陪她。你好闺蜜心情还没有好转，多年感情遭到背叛，一时间是走不出来的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拿得起放得下，就是我这种的人，当初知道战役已婚，还在我哥面前哭了几回呢。海童有点尴尬。他当初也很看好商小飞和战少，没想到战少会是自家战先生，彤彤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在战印开口叫我表姐时，我对他就彻底断了幻想，他能为你做的事太多太多了，而他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任何事，以前连跟我说话都不愿意。商小飞放下对战印的感情，不仅仅是因为海童，还因为他看清楚了有情与无情的区别。说来，我好闺蜜和你的故事有点相似，只不过她的角色带入到战印那个位置了。她隐瞒身份与男友相恋，对方最后却弃她而去，抱上了别人的粗大腿，说什么能少奋斗30年。海童，她应该庆幸还没有结婚就看清了对方的真面目，我也是这样劝她的。商小飞拿起自己的车钥匙，彤彤，我先走。承包的合同，你有时间草拟一份出来看看吗？要是没时间，我让我哥的秘书帮我弄一份。我不耐烦弄这些，上次的计划书都花了我1个晚上的时间。我来做吧。海童揽下任务，不能什么事都让商小飞去忙的，这是他们3人的投资项目，有些事情总要亲力亲为才能积攒到经验。傍晚我过来接你去参加宴会。
海童笑着应了一声，送着商小飞出去。等商小飞远去后，他才回店里，帮着沈小军一起准备午餐。没过多久，学生们下课，店里呢热闹起来。两个人暂停做饭，先赚钱再说吧。正午时分呢，海玲带着洋洋过来了。她做的是早餐生意，就干半天。那饶是这样也很累，因为早上起来的早。彤彤，午饭做了吗？海玲看到妹妹和小军都在忙，问了句。汤包好了，就是青菜还没有炒。我去炒菜吧。海玲让儿子在收银台里面玩着，她就要进厨房炒菜了。海童刚帮2个学生算完了钱，那学生家长用手机扫码支付后，他问姐姐梁姨呢？她回去了，说回去吃饭，这2天生意都很好。彤彤，我明天就贴出招工启事。打算请一个人帮忙，那样梁姨就能回来帮你了。海玲边说着边进了厨房里炒菜。对于姐姐决定请人的事，海童没有意见。他一直觉得姐姐只要认真做一件事，肯定能做得很好的。任你实在姐姐的经营下，绝对会成为那条街生意最好的店。他姐能成为最美的老板娘。等店里没有那么多人后呢？海玲给儿子盛了饭，让小家伙先吃，他则帮忙啊，直到店里只有他们几个时才开始吃饭。饭后，海童说道：“姐，我跟你说件事。”抱着洋洋，让洋洋午休的海玲，那抬头看了妹妹一眼，笑道：“说吧，我昨晚被人拦车打砸了。”啊！海玲和沈小军都吃惊的啊了一声，2个人异口同声的问道：“你没事吧？”海童说道：“我没事呀，我不是好端端的坐在这里，不过我的车被砸了，所以今天是站印送我来上班的。”海玲紧张的问：“是谁？又是那些人吗？”他以为是老家那些极品，不是，是宁家，就是我上次帮过的宁大小姐的妹妹。我跟她起了2次冲突，她请了几个混混来对付我，简直就是无法无天了。海玲骂了句：“报警了吗？”海童看着姐姐怀里的外甥说道：“姐，我不会有事的。站印又安排了2个保镖跟着我，会保护我的安危。我跟你说这件事，是怕会连累你和洋洋。姐，要不你搬来跟我们一起住吧，那样相互有个照应啊，也安全一点。”海玲说道：“我租房那里也很安全的，你已经报警处理，他们受到了教训，应该不敢再乱来，这是法治社会。”想了想后，海玲又说道：“我店里那间小仓库，我收拾出来的了，打算买张上下床放在那里，然后退了租房，我和洋洋搬到店里去住，既能省下一笔房租钱，也更安全一点。因为有陆总请的巡街保安，那平时母子俩出入，很多时候也是海童开车接送，姐也不用太紧张，明面上他们不敢怎么样的。我跟你说这些是提醒一下姐，让姐有个防备之心，以后又像你在陆氏集团上班那样，我早上去你的店里接洋洋来我这里，梁姨照看她，你就不用分心了呀。姐妹俩如今不再是无依无靠的，有战家和商家在他们背后撑着，哪个人想动一下她姐妹俩，都要想想后果。海童最怕的就是小外甥会成为别人下手的对象。也好，海玲没有意见。他忙起来的时候的确顾及不到儿子，总不能一直背着洋洋干活，小家伙也重了点，背着他的时间长了会很累。姐妹俩商量好后，海童也把老家那些人散布谣言的事告诉了姐姐。对此呢，海玲没有半点意外。早就猜到他们不会轻易放弃他父母的遗产。姐，那些事我会处理的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海玲打着呵欠说道。我摩托车先放在你店里，我带着洋洋打车回去，太困了，眼睛都快要睁不开，精神不好呀，又带着儿子，还是不骑车安全点。海童让一名保镖呢送姐姐和外甥回租房休息。下午无事，晚上海童依旧跟着大姨去参加宴会。
那这一次去的是江家，晚上9点，江家的宴会都还没有结束，就被数辆豪车的到来惊扰。因为来的人是战少。战印是来接老婆的。哎，海童不要他陪着一起参加宴会，他可以不陪，但他可以来接他回家。尊贵的劳斯莱斯在数辆的保镖车护送下驶进江家别墅时，江家人已经从屋里迎出来。战少，江总笑着迎过去，亲自帮战印拉开车门。战印抱着一束玫瑰花下车，围过来的众人看得眼都直了。抱着花束的战少好帅啊，也让人心动。那战印下车后，也就是扫了大家一眼，最后视线回到江总的身上。不等江总介绍江家人给他认识，他低沉的道：江总打扰了，我是来接我家彤彤回家的，不早了。那江家的宴会是7点半才开始，现在刚9点呢。离宴会结束还有2个小时呢。战少竟然就跑来要接老婆回家了。江总对着笑说道：战少难得过来一趟，恰逢我母亲80岁大寿寿宴，战少赏个脸，进去坐坐。战印没有回答江总，而是沉声叫喊着阿七。阿七把战印准备好的寿礼送上。战印温沉的道：冒昧前来打扰，这是我给老寿星辈的一份薄礼，祝老太太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啊。他不进去，但他备了寿礼过来，那也是给了江老太太的面子。阿七把礼物递给了江总，江总接过了礼物，又是连声向战印道谢。战印站在那里，风神俊朗的，那束花在夜光下特别的耀眼。看他没有进屋的意思，那江总也不好勉强，只能让人去找海童。不用江总的人去找，战印到来引起那么大的轰动。此刻在角落里享受着美食的海童被惊动，知道是战印来了，他跟商小飞说了一声，放下刀叉，先去看看究竟。战印，海童从角落里窜出来，看到果真是战印的时候，他叫了他一声，想小跑过去，记起自己脚下穿着一双恨天高，就不敢跑了。战印看向他，不得不承认，他穿着恨天高走路，能走出淑女的风范，加上他穿着晚礼服，化着淡妆，带着珠宝，款款而来，如同童话里走出来的白雪公主一样。面对江总等人的时候，战印维持着他的严肃冷漠表情。看到海童那一刻，他的脸上染上了笑意，眼里只有他一人。彤彤。战印抱着花束越过了江总，走向他的白雪公主。你怎么来了？海童问他。战印把鲜花递到他的面前，低柔的道：我让人去春暖花开买的花束，帮衬了宁云初的生意，他肯定会很开心的。在海童接过花束后，他声音低沉：我来接你回家吧。海童抬头看他，笑道：还早吧？才9点呢。战印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不说话。海童眨眨眼，忽然想起了他答应过他的事。我跟大姨和小飞说一声，答应了他的事，他记得清楚，他只能说到做到。战印眉眼都是柔情，他牵起他的一边手，带着他朝他的车子走去，嘴上说道：我们跟江总说一声，那江总自会转告大姨和表姐的。海童好笑又无语地看着他，就是那天他在他耳边低声承诺了一句话，然后他今晚早早就来江家接他了，希望明天他还能如常爬起来上班。江总，我们先走，麻烦将总代为转告商太太一声，彤彤我接走了。我知道了。应话的人是商太太，那商太太与几位太太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呢。大姨，我先回去吧。商太太理解地笑着点点头。海童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可惜啊，他家男人脸皮厚得很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就牵着他上车，车门一关，隔绝所有人的窥视。商太太站在江家别墅门前，与其他几位太太一起目送着那辆他们都很熟悉的劳斯莱斯离去。商太太，战少对你外甥女是真的很好，
宴会才进行到一半，他就来接你外甥女回家了。商太太笑着，战印对彤彤是很好，好到让我们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羡慕。他身边的另一位太太是探性的问道：战少和你外甥女什么时候举行婚礼？我们都等着喝他们俩的喜酒呢。商太太笑了笑，说道：前2天我夫妻俩以及我大外甥女去了一趟悠悠山庄，就是商量他们俩的婚礼事宜，挑的是入秋后的好日子，大家还要等上半年吧。放心，少不了你们的那杯喜酒的，到时候大家准备好大红包就行。仲从笑道：那是一定的，战家恳请他们就是给他们面子，谁也不会错过结交战家的机会。其实很多人也想问一问海彤和唐君业这对婆媳能否相处得来。海彤每次都是跟着商太太前来参加宴会，是婆媳不和还是其他原因？不过想到温太太嘴碎的下场，众人就算好奇得很，也都憋着不敢问。从商太太这里知道战印和海彤的婚礼会在入秋后举办，就是一个大消息了，确定了海彤这个战家大少奶奶不会被换掉，她会成为战家未来的女主人。这些太太们有女儿的呢，就会回家里提醒女儿，以后若在宴会上遇到了海彤，就算无法成为好友，也不能得罪她。有儿媳妇的同样提醒一下儿媳妇。那太太们的交际呢，其实就是替丈夫去打探消息，就拉拢对他们有用的人。海彤猜到她提前离场会被人私语，不过吧，做都做了，也就不去想别人会怎么说她了。上车后，她就说：战印，才9点你就过来接我了？宴会才进行到一半呢。战印黑眸灼灼地看着她，说道：我没看时间，觉得你出门很久了，就来接你了。海彤信他才有鬼呢，没吃饱啊？战印忽然问他，知道他是个地道的吃货，参加宴会，除了学会交际、结交朋友之外，他就是想吃尽主家准备的各种美食。他还记得刚闪婚那会儿，他陪着沈小军去管城大酒店参加宴会时，他和沈小军2个就是躲在角落里吃吃喝喝啊，连他到场时呢，他都没有去凑热闹。但他回家又在他面前说他的各种八卦，一会儿怀疑他不行，一会儿怀疑他是弯的，让他哭笑不得，又不能光明正大的解释。吃的7分饱了吧？海彤低头嗅着花香，问他：你去了春暖花开，觉得宁云初是真虾还是假虾？我没去，我让人去买回来的花束。战印很老实的道：那是老二该去的地方，我以后是当大伯哥的，尽量少去。海彤偏头看他，好笑的道：我又不会吃醋了，我知道你从来都没有为我吃过醋。战印这句话说的委委屈屈的，他为了他就经常吃醋，但他对他是真的没有吃过醋。虽说夫妻俩和好如初了，这感情也加深，可是战印总觉得海彤对他的爱还不够深，他始终很清醒。当然他要是不够清醒，属于恋爱脑的话，他也不会爱他成痴成狂。战印忽然想起梁姨对他说过的话，他爱的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海彤。要是海彤变了，那就不是他爱的那个海彤了吧。他性格就是那样。我没有强劲的情敌啊，要是有强劲的情敌，总是对你虎视眈眈的，我肯定会吃醋，也会担心你被别人抢走，毕竟我还不够优秀呢。海彤说的理所当然的，就他也真的没有情敌，爱慕他的女人肯定有不少，但那些女人连表白都不敢表白，他也没有遇到那些爱慕他的女人，没有交锋过，所以他现在是顺风顺水的，完全独占着战印的温情，他的温柔啊、深情啊都给了他。想到这里，海彤觉得自己是真的很幸福，难得有情郎吗？能被一个优秀的男人独宠，梦里他都能笑醒。战印宠溺地拥住他，打趣的道：那我是不是要给你准备个情敌，让你紧张紧张我？你敢？要是有人来跟我说海彤战印是我的，你要多少钱才能把战印让给我？我就开个价把你卖了，我拿着卖老公的钱，
过着潇潇洒洒的日子。这个话题很危险呀。司机想停车避一避，但没有那个胆子。阿七很想当个隐形人，可惜没有隐身的本事。在两个人以为他们大少爷会暴怒的时候，战印是脸黑黑的，但舍不得冲爱妻发火，最后就是按住他的头，狠狠地凌虐一遍他的红唇。还从来没有人敢把我卖了，海童，你敢把我卖了试试啊？海童笑，逗你玩的，一个手巴掌是拍不响的。你若是无意，就算那些爱慕者围你在身边，也粘不到你身上去；你若是有意，就算他们离你远远的，你也会粘过去。不过我很相信你，你这个人情商太低了，不懂得哄女人的。况且你连小飞都不喜欢，其他千金小姐你大概是连看一眼都觉得费时间吧。在海童眼里，商小飞是很好的女孩子，如果没有她夹在中间，他都觉得商小飞和战印是门当户对，非常般配的一对儿。战印又轻捏一下他的脸，深情的道：我的心很小的，只装得下一个你，再把你养得胖胖的，想出都出不来，卡住了我的心门，你出不来，别人也进不去，这辈子你就只能是我战印的老婆了。要是有下辈子，他还希望能与他再做夫妻。海童认真的道：我的心也很小呀，你牛高马大的进门就把门口卡住了。战印笑，他或许爱他不如他爱他那样深，但他的爱也很纯净的，不掺其他杂质。张念生对他的痴恋，他也拒绝的彻彻底底的。以前他还不知道张念生对他的感情，还会常提及张念生，他是真的把张念生当成弟弟看待。后来知道了之后，他是能不提及就不提及。张念生在他们夫妻俩之间已经成了过去了。